深度有趣有逻辑，大家好，我是 Neo， 歡迎大家來到真朋友真相欄目。今天呢，我們來聊聊這個目前網上傳的甚囂塵上的，說這個習培養的一號白手套啊，這到底是不是他呢？那開篇呢，我們先簡短直白的把今天所有的核心觀點亮出來。我們今天深挖的主角呢，就是曾經名震全球，被許多自媒體稱為習培養的一號白手套的中國華信能源創始人葉簡明。這個不到40歲就掌舵世界500強，營收超過3000億的年輕巨富，常年將自己包裝成這個所謂習在海外開拓地緣政治利益的白手套啊。他利用這層紅色外衣，在中國呢，勾結了甘肅原省委書記王三運，還有國家開發銀行原董事長胡懷邦，空手套白狼，拿走了48億美元的巨額貸款。而在海外呢，他買下了捷克總統顧問的頭銜，妄圖吞下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的巨額股份。在暗地裡他指使手下何志平利用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為掩護，把裝滿200萬美元現金的紙盒送給非洲總統，甚至在美國拜登家族狂砸800萬美元，並送出2.8克拉的巨型鑽石。然而，隨着何志平在紐約因跨國行賄被捕，那葉簡明呢，極度高槓桿的債務窟窿和無法兌現的俄羅斯能源交易就徹底爆雷了。他從一枚有用的棋子變成了極具破壞力的剧毒資產，最終在2018年被中國有關部門帶走，突然人間蒸發至今。那他的消失是一場金錢权力的狂欢的終結，也是龐氏騙局破裂後的必然的宿命。那接下來我們就以生動的故事一字一句的為您扒開葉簡明和他的華信帝國，看看這座1000億大廈是如何平地起高樓，又是如何轟然倒塌，而最重要的是，它到底是不是習培養的一號白手套呢？那第一章我們來看看豪宅法拍这個法拍與1000億帝國的廢墟。故事的開頭我們要從幾場淒涼的法拍說起這個中國的法院拍賣根據時代財經的報道，在2021年年中呢，北京市朝陽區著名的頂級豪宅和生霄雲路8號院裡，有2套總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的大平層被掛上了阿里拍賣平台，起拍價高達1.6億元人民幣。而在更早的2020年雙11期間位於上海市黄浦區南京西路的浦西第一高樓明天廣場，其內部246套房產也以驚人的20億元起拍價被強制拍賣了。這2處頂級不動產的背後站着同一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名字——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當年華信曾經極其闊綽地買下明天廣場的246套房產作為總部辦公場所，人來人往，盛極一時。如今這裡早已人去樓空，數萬人在網上圍觀拍賣，卻無人出價，最終淒涼流拍。我們通過查閱破產清算文件發現這處置這些資產的呢，是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等15家關聯公司合併破產清算案的管理人。根據时代財經披露的數據呢，截至2020年3月，上海法院正式宣告華信系4家核心公司破產清算時，華信系的負債總額已經達到了令人窒息的1878.1億元人民幣。從2020年底到2021年年中，華信系累計進行了264次拍賣，包括股權、債權房產甚至豪車，可謂是砸鍋賣鐵，一地雞毛。那這一切的轉折點呢，就發生在2018年的3月1日。根據這個中國的頂尖財經媒體財新的這個當天發布的萬字長文習底中國華信葉簡明被調查報道呢，這位神秘的1000億富商被證實已經遭到中國有關部門調查，隨後便徹底人間蒸發，再也沒有在中國的這個任何一個國家的這個公眾視野中露過面了。那葉簡明的突然消失呢，就像拔掉了整個華信帝國的氧氣管，龐大的債務危機瞬間被引爆了。那麼這個留下2000億爛攤子的人究竟是誰呢？第2章我們就來看看從无名之輩到紅頂商人身份的迷霧。那在中國商界，神秘感往往是最好的名片。葉簡明深諳此道，
我們在梳理騰訊新聞、商業人物還有財新的調查資料時發現葉簡明的過去幾乎就是一張白紙，甚至連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都充滿了迷霧。根據華信官方的說法，葉簡明呢出生于1977年，国籍為這個中國香港他有個香港身份。那同時呢，他又擁有上海和湖南吉首2個地方的戶籍。更詭異的是他的名字那根據財新網等多方媒體的深挖，葉簡明至少有3個曾用名：葉建明、葉宏明，還有葉游明那麼在華信急速膨脹的時期外界對於他葉姓的來源曾經充滿了猜測，甚至有人傳言他與中共的開國元帥葉劍英家族有着某種隱秘的血緣關係。那對於這種傳聞葉簡明既不憤怒否認，也不提供確鑿的證據，而是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曖昧的態度。那他曾經对媒體辯解說葉建明和葉宏明一個是真名，一個是別名，而改名葉簡明呢是取大道至簡的哲學意味。這種刻意制造的身份留白，為他日後披上紅色資本的神秘外衣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拋開這種虛幻的光環我們來看看葉簡明真正的發家史。根據時代財經和微信公眾號大貓財經等等的梳理呢，葉簡明祖籍福建建瓯，他並不是什麼神秘的紅二代，他的第一桶金其實來自於最接地气的中国房地產的倒賣早年一位香港商人在福建投資開發房地產，結果房子幾年都賣不動，私營店斷裂，撐不下去了。年輕的葉簡明看準時機接手了這批爛尾的房產，憑借驚人的銷售手腕，僅僅用了1個月就把房子全部賣光，一口氣賺了上千萬元人民幣，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但葉簡明的野心絕不局限於做一個地方的倒爺，他盯上了一個利潤最豐厚、門檻也最高的壟斷行業——石油。2006年，一場改變他命運的拍賣會開始了。當時因為捲入著名的廈門遠華走私案，廈門華航石油公司被強勢拍賣。根據時代財經的報道，葉簡明二話不說，四處騰挪資金買下了華航石油。雖然後來因為標的物存在法律瑕疵，這筆交易夭折了，但葉簡明卻做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通過這次競拍，成功接洽並吸收了原來華航石油的管理團隊和業務骨幹。有了這批懂得成品油行業特點和操作門道的人馬，葉簡明算是正式拿到了石油行業的入場券。第3章我們來看偽造營收與國企換項，1000億騙局手裡有了資金和團隊葉簡明在2009年走出了福建老家，將中國華信的總部搬到了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在這裡，他開始了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商業包裝之術。要想在國際和國內獲得巨額貸款，企業必須要有極其龐大的體量。怎麼在短時間內把體量吹大呢？我們在商業人物週刊這個分析中呢找到了答案。葉簡明在華信外部構建了一個所謂的有組織的這個共同經濟體，這聽起來像是個高大上的名詞，但說白了就是建立一系列眾星捧月般的衛星公司。那這些公司名義上是獨立法人，但實際上全被葉簡明暗中控制。他們之間互為上下游，瘋狂地進行左手倒右手的虛假的大宗商品貿易，比如買賣芳烃PX、燃料油等化工原料。通过這種內部虛假循環華信的賬面營收就像吹氣球一樣迅速地膨脹起來了。憑借這種財務魔術根據東方財富網還有野馬財經等的數據，到了2014年，中國華信以341.34億美元的驚人營收，不可思議地殺入了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而到了2017年，華信更是以437億美元的營收，排名飆升到了世界500強第222位，超越了高盛霍尼韋爾等100年老店，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非国有的能源企業。但这個體量撐大以後葉簡明就開始打造他的第二層偽裝，比國企還像國企的紅色外衣。根據野馬財經還有這個財新網上的這個相關報道，如果你在當時打開中國華信的官方網站，你會有一種極其強烈的錯覺，這簡直就是一家根正苗紅的這個大型中國央企公司內部組織並開展各類紅色教育活動，簡直是車載斗量。在所有民營企業中，華信是組織此類官方政治活動最多的一家。葉簡明非常清楚，在中國的政商語境下，
國字號的招牌就是最好的信用背書。他通過這種精心的偽裝啊，向國內外的銀行和政府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我葉簡明不僅是個商人，我是帶着國家意志在這辦事兒，我是高層在海外的白手套。有了這層保護色，他不僅大肆併購，還提出發展金融全牌照宏大目標。隨後，華信證券、華信期貨、海南銀行等多張極其珍貴的金融牌照都被他輕鬆地收入囊中了。但無論包装得多華麗，企業運轉是需要真金白銀的。華信那些動輒上百億的海外併購資金，到底是從何而來呢？這就牽出了本案中最腐敗也最黑暗的一條官商勾結的鏈條。第4章，我們來看看48億美元的權力遊戲與王三運、胡懷邦的黑金晚宴。在華信急速狂奔的背後啊，中國一家超級金融機構淪為了葉簡明的私人提款機。這就是資產高達15萬億元的直屬這個中国國務院領導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國家開發銀行啊，簡稱國開行。而幫葉簡明撬開這個國開行金庫大門的是2個重量級的高官，甘肅省委的這個原書記王三運，以及國開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懷邦。我们可以在中共自己这个央視反腐專題片《零容忍》裡面看到這起權錢交易令人震驚的細節。王三運可以說是葉簡明發家的頭號掮客。根據財新的這個特稿《強人王三運》披露啊，王三運早年在福建任職時就認識了葉簡明，後來王三運一路高升，調任安徽、甘肅，葉簡明等福建籍商人就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樣尾隨而來。2014年，中國官方啟動了所謂深化國開行改革工作，明確要求國開行必須聚焦服務國家戰略啊，壓減這個純粹的商業性項目。然而，就在這種大背景下，2015年，華信能源居然獅子大開口，向國開行申請高達48億美元，約合幾百億人民幣的這個巨額貸款授信，用於其商業併購項目。48億美元，即便對於國開行來說，也絕不是個小數目。而這明顯違背了國開行的所謂改革方向啊！葉簡明心裡沒底，於是他再次找來了老熟人王三運出面。在這個中共的專題片《零容忍》當中啊，滿頭白髮的王三運面對鏡頭坦白：“我覺得葉簡明對我不錯，他找到我，我也跟胡懷邦熟，我也覺得不是個難事兒。我跟胡懷邦談的時候就說，反正情況就是這樣，你能夠幫他就幫他吧。”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葉簡明甚至安排了一局高規格的黑金晚宴。根據胡懷邦本人的供述，這個確實偏離了這個開行改革的方向啊。葉簡明怕我不同意，所以又找我，叫王三運一起吃飯。我到次年2月份，這個圈就化了。那就這樣啊，在酒杯交錯之間數千萬美元的巨額賄賂催化之下，胡懷邦利用一把手的絕對權力強行拍板，一筆潛藏着巨大風險的48億美元貸款就被違規批給了華信。這筆錢也成了華信在海外瘋狂撒錢的最大底氣，卻也給了這個中國的這個國家金融資產埋下巨大的定時炸彈。然而天網恢恢啊，根據這個《每日經濟新聞》財經等雜誌的追蹤報道，2017年7月，中國高層在這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嚴厲痛批金融亂象啊，那這讓胡懷邦深感心虛。果不其然，隨着葉簡明案發，保護傘也隨之崩塌。2019年4月，王三運因為受賄6685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而退休僅僅10個月的胡懷邦也在2019年7月落馬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根據財經雜誌梳理，胡懷邦早年曾在銀監會負責紀檢工作，還推出過所謂防範監管權力的約法3章啊。但是在專題片《零容忍》中因為受賄8552萬餘元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胡懷邦呢，只能在鐵窗淚流滿的時候懺悔了啊！當你在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凝視你。那因為這筆違規的涉及華信的貸款，國開行、海南分行、湖北分行等多名高管隨後都被密集查處，整個中共的這個國開行系統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政治大地震。第5章來看這個買下捷克總統府染指俄羅斯核心石油等等豪賭。那有了國開行的巨額輸血和白手套的保護色呢，葉簡明開始在國際舞台上大顯身手。根據東方財富網的資料，為了避免在國內與中石油、中石化等國有巨頭產生正面衝突，葉簡明制定了打着"一帶一路"的旗號，前往歐洲、中亞、中東、非洲、
進行瘋狂併購的戰略。那他最成功也最高調的一筆政治投資啊，是在歐洲的捷克共和国。那根据这个新华网的这个公開報道，2015年，葉簡明率團隊訪問捷克，竟然受到了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極高規格的禮遇。那澤曼總統不僅在總統官邸親自宴請了葉簡明，據稱這是澤曼首次在官邸宴請外國企業家，甚至還直接請葉簡明擔任了捷克總統的經濟顧問。在捷克華信展現出了什麼叫真正的超能力鈔票的超啊。那根據大貓財經的梳理，還有多方報道，葉簡明在捷克一口氣撒出去了120億元人民幣，投資的版圖橫跨金融、媒體、航空、旅遊、鋼鐵、酒店等各大核心產業。華信不僅入股了歐洲的 J&T 銀行集團，還買下了捷克最著名的布拉格叫斯拉維亞足球俱樂部捷克最古老的釀酒企業，一舉成為捷克境內最大的外國投資者。葉簡明俨然成了捷克政商圈的這個兩界的座上賓那買下捷克的產業只是葉簡明野心的一小部分，他真正想要的是能夠撼動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頂級能源資產。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超級大國俄羅斯當然現在還是不是超級大國就不好說了那我們在財新的這個報道當中找到了這筆差點改變國際能源版圖的瘋狂交易。2017年9月中國華信突然對外宣布，將斥資驚人的91億美元從大宗商品交易巨頭嘉能可和卡塔爾主權基金手中收購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Rosneft， 那簡稱就俄油他要收購14.16%的股權。這什麼概念呢？如果交易成功，這家成立才10幾年的中國民營企業將直接成為僅次於俄羅斯政府和英國 BP 公司的俄油第3大股東。那這不僅是一筆商業交易更是觸碰到俄羅斯國家戰略資源的最核心命脈然而，這筆蛇吞象的豪賭徹底壓斷了華信脆弱的資金鏈，也暴露出葉簡明極度膨脹後的失控。91億美元的現金，華信根本拿不出來到了2018年3月，隨着葉簡明在中國被抓，這筆交易立刻陷入了死局。根據財新引述俄羅斯媒體的報道，華信原本應該在4月初支付第一階段4億美元的前期費用，結果根本沒有錢匯出來。2018年5月4日，嘉能可與卡塔爾主權基金正式發布公告，宣布終止向中國華信出售俄油的股權。華信不僅一無所獲，連已經交出去的4億美元定金也打了水漂那這種在國家級戰略項目上的爛尾，不僅是商業違約，也讓中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面臨着極度的尷尬。這成為高層認定葉簡明徹底失控的鐵證之一。然而，真正把葉簡明送上斷頭台的，並不是俄羅斯的失敗，而是遠在美國紐約的一張逮捕令。第6章我們來看致命的200萬美元的紙盒以及這個何志平的跨國黑金。為了在國際上搞權錢交易葉簡明精心打造了一個完美的慈善偽裝——中華能源基金會。根據聯合早報還有財新的報道，這個基金會在香港和美國都有註冊，甚至還手眼通天，獲得了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授予的特別諮商地位。哎呀，這裡這個真的要吐槽一下現在很多聯合國這些這個張虎皮的這個名稱特別大的這個機構都已經成了各種這種像葉簡明這樣的人士圍獵的對象重災區所以以後大家看到什麼什麼聯合國什麼什麼東西都要謹慎那替葉簡明在全球各地執行這些骯髒賄賂任務的操盤手，正是該基金的秘書長，曾經在2002到2007年擔任過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何志平。我們查閱了美國司法部官方網站，還有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公布的詳細起訴書。文件裡的情節簡直比好萊塢政治驚悚片還要離譜那美國檢方指控從2014年秋天開始，何志平打着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慈善捐款的旗號，代表中國華信向非洲2個國家的高官發起了極其露骨的行賄行動，總金額高達290萬美元。第一個目標是西非的薩德，為了取得這個華信這個在薩德無需面臨國際競爭的獨家石油開採權，那何志平通過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牽線搭橋，直接找上了薩德總統伊德里斯代比。根據法庭證詞，2014年12月，何志平竟然把整整200萬美元的現金塞進了一個禮品盒裡，像送土特產一樣，直接送給了薩德的總統。而作為中間人的加迪奧也從何志平那裡經由紐約銀行系統收到了40萬美元的好處費。
那第二個目標呢是東非的烏干達，何志平把目標瞄準了烏干達外長啊，同時也是第69届联合國大会主席的薩姆啊，库泰萨啊，这个联合国为什么现在烂成这個樣子啊？跟這個大量的非洲國家的湧入它的各種組織的領導層，我覺得是有巨大的關係啊。好，那麼除此之外啊，不僅如此啊，何志平安排這位聯大主席啊，在香港會見葉簡明，然後呢，聘請葉簡明為聯大主席特別榮譽顧問，還在2016年5月啊，通過紐約的銀行系統向庫泰薩指定的賬戶電匯了50萬美元的賄賂。那何志平甚至承諾啊，未來華信在烏干達的合資企業利潤將分給烏干達總統和外長的家族企業啊。除此之外，根據自由亞洲電台援引美國檢方長達32頁的法庭文件顯示，何志平的膽子大到了沒有邊際啊！他不僅行賄，還涉嫌利用香港和中國的銀行作為中介，幫助受到美國制裁的伊朗購買稀土，甚至還試圖為薩德、利比亞和卡塔爾等國充當軍火交易中間人。他的郵件裡竟然把賣給卡塔爾的軍火輕浮地稱為新的玩具。何志平以為有了聯合國的牌子掩護就萬事大吉，但他忽略了最致命的一點，他行賄的款項是經由美國紐約的銀行系統電匯的，這直接觸犯了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啊 FCPA 還有洗錢罪。2017年11月1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在紐約將何志平直接逮捕了，但他多次申請保釋啊，都被法官以巨大的潛逃風險為由嚴詞拒絕。最終在2018年12月，聯邦陪審團裁定何志平7項罪名成立。2019年3月，他被判處3年監禁並罰款40萬美元，直到2020年服刑期滿才被刑滿釋放，遣返回了香港。何志平在紐約的落網啊，不僅讓華信的海外擴張版圖整個陰謀啊徹底的暴露在了陽光下，更讓中國政府在國際外交上極具被動啊，還有難堪啊。這還不是葉簡明幹過的最瘋狂的事兒啊！他居然把手伸上了當時已經卸任的美國副總統，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喬拜登的家族。那第7章我們來看拜登家族的800萬美金與2.8克拉巨型鑽石。那我們今天能夠挖掘出葉簡明對拜登家族啊滲透，得益於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還有美國眾議院監督和問責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那葉簡明想要打通往華盛頓最高權力層，於是呢，他重金砸向了拜登的兒子啊，也算是臭名昭著了，亨特·拜登，還有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拜登。那根據公開披露的資金流向顯示，中國華信曾經直接向與拜登家族關聯的賬戶電匯了高達300萬美元的巨款。隨後，葉簡明甚至與拜登家族成立了合資企業，通過這個合資公司又陸續匯出了10萬美元，還有500萬美元。粗略估算，拜登家族從葉簡明一個人身上就拿到了超過800萬美元的金錢利益。那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顆象徵了頂級權錢交易的鑽石。根據相關機構的調查，2017年在邁阿密的一次商務會面後，葉簡明為了討好亨特·拜登，親自送給他一顆重達2.8克拉、價值約8萬美元的巨型鑽石。雖然亨特·拜登後來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說自己婉拒了這顆鑽石，但不管怎麼說，雙方緊密的利益勾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作為回報啊，拜登也曾出面與葉簡明共進晚餐。那這個在西方的政界啊，那就是最明確的政治背書啊。葉簡明花這麼多錢，就是想買一把美國最高權力的保護傘。諷刺的是啊，這把傘在關鍵時刻根本沒有用。我們在外媒的報道中發現了一個戲劇性的細節：當何志平在紐約被 FBI 戴上手銬那一刻，他撥打的第一個求救電話竟然是打給了拜登的弟弟詹姆斯·拜登。而詹姆斯·拜登呢，後來對媒體承認他接到了這個電話，但是他覺得何志平原本應該是想找自己的侄子亨特·拜登幫忙。當然，拜登家族並沒有也不能把何志平撈出來，但這起涉及到美國最高權力家族的醜聞，徹底讓葉簡明成了國際輿論的風暴眼。那結論，我們來說說被拋棄的劇毒資產與終極審判。那梳理完這一切，我們現在再來回答開頭那個最核心的問題：葉簡明為什麼會突然人間蒸發呢？答案其實顯而易見，葉簡明自作聰明，將自己包裝成這個國家的甚至是習的白手套啊，
以此套取千億級別的國有資金。如果他只是安分守己的做生意，或許還能繼續苟延殘喘，但是他太貪婪也太狂妄了啊！那在中國呢，他通過贿赂王三运還有胡懷邦，那嚴重違規啊，抽血了这個國家開發銀行48億美元，給這個中國的金融安全造成極其惡劣的系統性風險，踩了中國金融反腐的絕對紅線。而在海外呢，他好大喜功，妄圖染指俄羅斯國家戰略石油核心資產，卻因為資金鏈斷裂導致國際違約，令中國的信譽受損。而在暗地裡，他指使何志平利用这個聯合國的招牌啊，瘋狂的行賄非洲元首，涉足軍火貿易，甚至拿數百萬美元去腐蝕美國頂級政治家族，最終在紐約被抓了個現行。那對於中國高層而言，一個真正合格的白手套，必須是隱秘、低調，能為主子辦事的。而葉簡明啊，不僅把中國的這個金融系統啊搞得這個烏煙瘴氣啊，而且呢，還在這個國際上可以說是四處漏水啊，引發了非常嚴重的跨國外交和政治醜聞。那他從一個有利用價值的代理人，已經變成了一顆隨時會引爆中國的國家政治和經濟危機的剧毒炸彈。那許多博主啊，把他說成是習培養的這個1號白手套啊，應該說是一種沒有證据的猜測。與其他在國際上爆出更多猛料啊，讓他繼續爆料，還不如直接在國內將其物理消滅。所以呢，在2018年3月啊，葉簡明迅速的被中共官方控制了，那徹底的消失在了公眾的视野之中。那緊接着，他的千億帝國被無情拆解，高達1878億元的債務被清算，他曾經引以為傲的頂級豪宅、總部大樓被擺在了法院拍賣網站上，任人叫價。這就是葉簡明的故事，一個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靠着極致的包裝、大膽的行賄和毫無底線的政治投機，吹起了一個高達3000億的龐氏泡沫。他以為自己啊能夠操縱權力，買下世界，但最終他不過是權力牌桌上一張被榨乾價之後隨手丟棄的廢牌而已。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深度挖掘啊！歡迎大家這個訂閱我們的頻道啊，開啟小鈴鐺，我們每天都更新啊，基本上。那麼右下角我們可以這個看看我們的這個真朋友 APP 啊，可以言論自由啊，這個溝通。那我們下期節目再會吧。